经攻占北棱的1号和2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请转1号坑道。1号坑道段显锋，请讲。七连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我们去支援7连。走。 不行，50米太近了。7连在537.7北山的战斗中打的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步炮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那你让我去？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我是段显锋，你们怎么样？负责杀穿537.7北侧山棱的7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段显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 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给菊亭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知道了，保重，加油！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显锋的话应该可以，请师长下令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2次步炮协同作战。好。 接菊亭县观察所。菊亭县观察所，请讲。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祁连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3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19个人了。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8连攻下了9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祁连。彭举呼叫木兰。彭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你怎么了？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全体准备。8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50米？对，就50米。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段前锋，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放心吧，我的炮很准的。537-1号春雨，方向不变，标识减2。1号，方向不变，标识减2。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2。方向不变。放！20米。30米。40。
你会死的！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放！全体动手！
敬礼！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12军与第15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12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12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12军手里。12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12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3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苗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敬礼，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 10月27。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15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사장님, 저 싸울 수 있습니다. 꼭 그렇게 하셔야 됩니까? 싸워야죠, 계속. 아, 예, 대장님. 사단장님 어찌한 거 아니지? 앞으로 날 연대장을 부르지 마. 나 방금 의병 전역했어. 왜? 아, 뭘 왜야? 아니, 형. 나 형 존경하는 거 알지? 아, 형만의 애국자가 어딨어? 아, 이런 군인을 보내는 거 아니지? 아직도 모르겠어? 쟤네들은 그냥 연기를 하고 있는 거라고. 이 나라를 진심으로 생각하는 사람은 아무도 없어. Stopping! 进大道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Put it in your luggage and put it away.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15军与12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带上，预备！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 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军长。 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王鲁，有过来，拿着。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是，准备。没准备啊，这我，哎呀，好啊，开始。时间到。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显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的，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喝点水去吧。是。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1分钟能做多少个呀？怎么也100个吧。做200个。啊？500个。是，500。盯着。是。刚来9纵的时候，你有20。16，这晃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谢军长。时间要打多久？我讲我们不要做决定。过去是有道路门，以后是有爱是好耶，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总统，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主席好。你好啊，抗美援朝，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是烈属啊。他们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们应该感到光荣。这是我们湖南的辣椒，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把它带回去。谢谢主席。保重身体，谢谢。好好生活。哎，好日子还在后面呢。他们强行给志愿军战俘制作反共的纹身，虐待、拷打，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志愿军战俘们进行屠杀。They forced the PVA POWs to get anti-communist tattoos. They were tortured and beaten. Some were even killed indiscriminately. You mean massacre? 你是说屠杀？对，屠杀。根据我们的了解，志愿军战俘在10月1日进行了国庆升旗活动，美军用冲锋枪、轻武器冲进营地，对我们的战士进行了无差别的杀戮。Yes, massacre. According to what we know,
the PVA troops were conducting a flag-raising ceremony. The American troops charged in with submachine guns and started indiscriminately shooting our troops. 这些照片来自于一个爱好摄影的美国军官。在这次屠杀当中，有60多个人身亡，100多个人受伤。These photos are from an officer who loves photographer in the camp. They massacred more than 60 people. Over 100 were injured. I hope what I'm hearing is not true, but the Red Cros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start to investigate immediately. 我希望我们听到的都不是真的，但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会展开调查。我不知道你们作何感想。我眼中看到的是，我们的爱国者，在完全无辜的情况下，被你们那群所谓正义和人道的恶魔折磨和屠杀。不，这绝对不允许。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联合国军的俘虏。我们是一个更文明的国家。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think, but from the way I see it, it is that a bunch of innocent patriots that are being hurt, tortured, and killed by a bunch of self-proclaimed fighters of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No, it shouldn't be like this. We never did a single thing to any UNC prisoners of war. We are a civilized country. Oh. 主席好，请几位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我代表15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好啊，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主席，我不抽烟。军长不抽烟？戒了。戒了。好，好，那我也不抽了。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15军是一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15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100年来，中华民族输的太多了，失败，斗争，再斗争，再失败。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1953年的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1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志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火。又想去前线啊？对，这2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伤没事吧？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这招真厉害，热热4两拨千斤。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1步兵学校学习。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月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在3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是个伟大根源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花等停留的地方。西方停留者以善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要去抵抗大炮，就是保持一个外交的手段，一去不复返了。老战友们，我来看望你们了。我想你们。